如果他不做出彻底的改变，这份爱最终也会被他的算计和疲惫所腐蚀。他缓缓坐起身，眼中不再是泪水，而是一种极致的平静和解脱。顾言，林婉轻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坚定。我决定放手，我不是只放弃你，我是只放弃这份最高权力。顾言紧紧握住了他的手，没有说话，只是等待着他的解释。我已经赢了，我拿到了数千亿资产的运营权，但我已经被他耗尽了。林婉看住自己的手，那双曾经充满野心的手，现在看起来却是空洞的。我太累了，顾言，如果我带着这份权力跟你走，我会让你的理想变成我的另一个猎物，我会算计你的每一个决策，怀疑你的每一个合作伙伴，我会用我的心机把你的世界也变成一个黄金的牢笼。他对自己的清醒比任何残酷的告别都更让人痛苦。我需要一个彻底的终结，才能找到那个已经迷失的林婉。我需要一个没有利益衡量的世界，去修复我被权力磨平的良知。林婉看住顾言，眼神中充满了恳求。我要将万年控股的运营权转交出去，只保留一份足够我后半生生活的净资产受益权。顾言的心像被温暖的刀划过，他理解他的痛苦，也支持他的选择。我支持你，林婉。顾言温柔地吻了吻他的额头。但如果你决定走这条路，你就必须知道，你的救赎必须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我们必须分开一段时间，直到你不再是陆太太，也不再是金融女皇。林婉点头，这份远离是非的救赎必须是孤独的，这是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心机所付出的最终代价。在黎明到来之前，林婉带回了那枚沉重的钻戒，她要用最后的精力和心机为自己完成一场体面的不可逆转的退场。林婉回到陆家别墅，脸上带着一种极度的疲惫与顺从。她知道她必须用一个完美无缺的理由说服陆景琛接受她的退场。她选择了一个周日早晨，在陆景琛的书房里向他提出了他的决定。景琛，我已经太累了。林婉没有提离婚，她只是将一份厚厚的报告推到他面前。我已经为你组建了万年控股这个坚不可摧的资产防御体系，但我的身体和精神已经无法承受继续担任执行人的压力。陆景琛放下手中的咖啡杯，眼神中充满了错愕。他以为林婉会在他给予他权力后变得更加有野心。你在说什么，林婉？陆景琛的声音充满了不悦。你拿到了最高权力，现在你要告诉我，你要放弃？是的，景琛，这是为了保护你。林婉的语气充满了专业的冷酷。我的野心已经成为你的资产最大的风险，外界的猜疑、家族的压力，甚至连你自己都必须对我保持警惕，这会让你的资产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林婉随后提出了她的解决方案。我提议将万年控股的全部运营决策权转交给一个完全信任的第三方沈曼姑姑。沈曼姑姑是家族的稳定器，由她来掌舵，会让所有人感到安心。作为交换，我会立刻与你离婚，并将我在婚姻期间所获得的资产全部转入一个私人信托基金，我只保留这笔基金的终生受益权。这笔基金的资金来源就是我对万年控股资产重组的合理报酬。这个提议对陆景琛来说是完美的，一他收回了对林婉的授权，但资产依然在家族信任的人手中；二他用一笔可控的资金换取了林婉对他资产的永久性退出；三他确保了体面的离婚，避免了法律纠纷和舆论的攻击。陆景琛看住林婉，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审视。他最终接受了这个提议。你的心机和你的能力永远都是最让我无法预测的。陆景琛说，我接受你的提议，林婉，但从现在开始，你将永远离开陆氏的世界。我会的，景琛。林婉优雅地站起身，伸出手与他握手。这是一场彻底的冰冷的告别，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欠。在与陆景琛完成资产交接和离婚手续后，林婉只有一个地方要去顾言的公寓。她没有穿华丽的礼服，只穿了一件最简单的白色衬衫和牛仔裤。当林婉走进房间时，顾言看住她，眼神中充满了廖然。他知道他已经做出了那个最艰难的，却也是最正确的选择。我完成了，顾言。林婉轻声说，我将运营权交给了沈曼姑姑，我只带走了足够我后半生无忧的信托资产。我现在是林婉，一个不再属于陆氏，也不再需要算计的女人。顾言走过来，紧紧地拥抱了她。你终于自由了，林婉。林婉将脸埋在他的胸口，贪婪地吸取着最后的温暖。他知道他们的爱必须在这里画上一个休止符。我们必须分开，顾言。林婉抬起头，眼神中充满了爱意和决心。
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恢复，我必须去一个没有人知道我是陆太太，没有人知道我是金融女皇的地方，去看看真正的林婉是不是还存在。他停顿了一下，语气坚定地说，如果我现在就跟你在一起，我会将你视为我的救命稻草，我的爱会变成一种依赖和索取，而不是平等的爱，这对你不公平。顾言理解他的顾虑，他的爱必须是成全。去吧，林婉，顾言温柔地说，去找到你自己，我会在这里为我们的下一个开始守护我的理想。当你真正完整时，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在离开前，林婉从包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木盒，里面放着的不是珠宝，而是她亲手绘制的一张油画，画中是顾言的实验室一角，充满了光芒与科技的线条。这是我在最累的时候唯一能让我感到平静的东西。林婉将木盒递给他，它代表着我的希望。顾言收下了画，林婉没有给他任何承诺，也没有要他等待。他们都知道这份爱太过沉重，需要时间来沉淀和净化。林婉最后看了一眼顾言，记住了他眼中的温柔和光芒。随后他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他曾经以为是最终归宿的地方。当他走出公寓时，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被放逐的君王，但同时他也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终于脱下了黄金的铠甲，开始了他一个人的救赎之旅。林婉选择了一个距离大都会数千公里远的海边小镇，这是一个与金融世界毫无瓜葛，生活节奏缓慢，充满自然气息的地方。林婉租下了一栋面向大海、有着大片花园的老旧木屋。他没有带任何随从，没有带任何名牌服饰，只带了一些简单的衣物和他的信托基金文件。他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陌生且笨拙的日常。当他第一天醒来，没有闹钟，没有紧急会议，没有需要算计的对手时，他感到一阵强烈的不适应。他的大脑依然在高速运转，计算着今天的日程、可能的风险和人际关系的平衡。他尝试着去买菜，却发现自己连如何与热情的小贩讨价还价都感到困难。他尝试住自己做饭，却发现他擅长的只是点外卖和宴请。他意识到，过去的4年，他已经将自己训练成了一个顶级的生存机器，却丢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全部技能。林婉租下了一栋面向大海、有着大片花园的老旧木屋。他没有带任何随从，没有带任何名牌服饰，只带了一些简单的衣物和他的信托基金文件。他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陌生且笨拙的日常。当他第一天醒来，没有闹钟，没有紧急会议，没有需要算计的对手时，他感到一阵强烈的不适应。他的大脑依然在高速运转，计算着今天的日程、可能的风险和人际关系的平衡。他尝试着去买菜，却发现自己连如何与热情的小贩讨价还价都感到困难。他尝试住自己做饭，却发现他擅长的只是点外卖和宴请。他意识到，过去的4年，他已经将自己训练成了一个顶级的生存机器，却丢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全部技能。找回平凡的艰难，最难的不是体力上的劳动，而是精神上的寂静。在夜晚，林婉常常会失眠。过去的他习惯了在失眠时回忆白天的博弈，规划明天的对策。现在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只剩下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这种寂静让他恐惧，因为这代表着他的价值已经消失了。他逼迫自己开始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园艺、瑜伽、长距离的海边散步。他第一次体会到将一棵小树苗从枯萎边缘救活所带来的满足感，比签下一笔数百亿的合同更为纯粹。这就是你要的救赎，林婉。他对住镜子里的自己说，学习如何不再重要。他开始学会慢下来，观察海边老人的闲聊，欣赏日出时海面的色彩。他学会了不再用价格来衡量事物，而是用生命和时间来衡量。他的心正在从坚硬的冰块缓缓融化成流动的溪水。林婉的突然退场在陆氏集团内部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陆氏非但没有混乱，反而获得了一种长期的稳定。沈曼接手万年控股的运营决策权后，发现林婉的资产重组方案简直完美，所有资产都经过了最严苛的审核，结构清晰，风险极低。林婉的离开让沈曼感到极度的困惑和不解，他到底在玩什么把戏？沈曼在办公室里对他的助理说，他用4年时间爬到了顶峰，然后在最安全的时候只带走了微不足道的受益权，这不像是林婉的风格。沈曼无法理解，林婉已经超脱了利益至上的法则。沈曼最终的结论是，林婉已经被压力击垮，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不适合继续掌权。这让沈曼更加相信，将权力收回是正确的决定。陆氏集团在沈曼的稳定掌控下，
恢复了过去那种古老而缓慢的运营节奏。对于陆景琛来说，林婉的离开是一种终极的释然。林婉的选择证明了3点：她不是为了她的个人情感而留下来的，她不是为了毁灭陆氏集团而靠近她的，她最终的目标只是一份安全感，而不是绝对的权利。陆景琛对林婉的评价，从极具心机的工具，变成了一个懂得自我保护的聪明女人。她平静地完成了离婚手续，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只是将那份林婉留下的信托受益权文件锁在了她的私人保险柜里。她知道他们之间的契约已经彻底终结，她的世界恢复了冰冷的秩序，不再有林婉那种充满野心的热情与变数。这份秩序让她感到安全。顾言也没有做出任何公开的反应，他知道林婉去寻找他自己了，他尊重他的选择，但他将林婉送给他的那幅油画挂在了他的实验室里最显眼的位置。每当他感到疲惫或迷茫时，他就会看住那幅画，画中充满了光芒与希望，那是林婉留给他的最真诚的爱与祝福。他知道他们之间的爱情正在经历一场净化和沉淀。在小镇生活了3个月后，林婉开始面对她最大的挑战，她的心机。林婉发现她已经无法停止对周围人事物的本能算计。当邻居热情地送来一块自制的糕点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个人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她会分析对方语言中的每一个停顿，试图从简单的善意中读出隐藏的利益动机。当她在咖啡店里听到有人讨论股市时，她的手指会本能地开始在桌面上划出趋势图和风险曲线。这种心机的戒断反应让林婉痛苦不堪。她意识到她的思维模式已经被权力彻底固化，她已经失去了相信纯粹善意的能力。她开始强迫自己，当遇到一个选择时，必须选择最不符合利益但最符合心意的选项。例如，她会选择购买那些外形不好看但味道更佳的蔬果，她会选择帮助那些无法给她任何回报但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林婉买了一个简单的笔记本，开始写下她对自己的解剖报告。她写下了所有她扮演陆太太时的心机时刻，写下了她对顾言的爱，对陆景琛的恐惧，以及对权力的渴望。在写下这些碎片后，林婉终于面对了那个迷失的自己。她是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渴望被爱，最终却被心机吞噬的女人。她开始学会原谅自己。林婉，她对注笔记本写道，你的心机是你在黑暗中保护自己的唯一武器，现在光已经来了，你可以放下它了。她开始学会真实的笑，她的笑容不再是社交礼仪，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当她帮助邻居修理花园后，邻居发自内心的感谢让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她意识到，在简单的生活中，她的价值不再由资产决定，而是由她给予他人的善意和帮助决定。她的灵魂正在缓慢而艰难地被修复住。在小镇生活半年后，林婉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不再急于找回过去的林婉，而是开始尝试创造一个全新的自己。林婉在镇上报了一个陶艺班，陶艺是一个需要耐心和专注的活动，并且无法用金钱快速达成。当她第一次拿起泥土时，她下意识地想将它塑造成完美对称、价值不菲的艺术品，但她的作品总是失败，泥土会在她的过度用力下崩塌。老师告诉她，陶艺的美在于不完美，它需要你放下控制，与泥土一起呼吸。林婉终于意识到，她的人生也像这块泥土，她过去的人生就是一场过度控制的游戏。她开始学会放松，她不再计较作品的瑕疵，只是专注于泥土在指尖流动的感觉。她创作了许多奇形怪状但充满生命力的陶器，这些作品没有市场价值，但它们对林婉来说是无价之宝，它们是她灵魂重塑的证据。有一天，林婉在小镇的图书馆里看书，无意间翻开一本科技杂志，封面上刊登了顾言和光能科技的专访。文章中，顾言的眼神依然充满了对理想的热忱，他谈及了公司经历的艰难，也谈到了一份来自遥远的祝福和希望，激励住他坚守到底。林婉知道，他指的就是他送给他的那幅画。他看到顾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理想正在改变世界。林婉的内心充满了纯粹的快乐，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或后悔。他意识到，他当初的切割是正确的，如果他留下来，他的算计只会成为顾言理想的绊脚石。他用自己的退场成全了顾言的纯粹，这份不打扰的爱比任何占有都更为高尚。林婉轻轻合上了杂志，他不需要走进他的世界去分享荣耀，他只需要知道他过得很好就已经足够。他们的爱已经超越了身体与距离的限制，成为一种永恒的精神连结。
在小镇生活了1年之后，林婉在海边的一个宁静午后，进行了一场与过去自己的最终对话。林婉写了一封信，但她知道这封信永远不会寄出，这是写给她的过去，写给她的心机，以及写给陆景琛的和解书。信中没有责备，只有深刻的体谅。景琛，你或许无法理解我的退场，你的世界建立在绝对控制之上，而我曾经渴望用权力来获得绝对的安全。我曾经恨你的冷漠，恨你将我视为工具，但我最终意识到，我们是同类，我们都将情感视为弱点。我的心机是对你冷漠的最佳防御。感谢你给了我一把开启权力大门的钥匙，我用这把钥匙证明了我的价值，也证明了我的自我毁灭能力。现在我已经不再需要权力来证明自己了，我放下了那份沉重的责任，将它还给了你和你的家族。我为你守护了它4年，现在它将继续在你的掌控下维持稳定。请相信，我的离开是我们之间最体面的和解。我希望你在你冰冷的王座上能够获得你想要的永恒秩序。林婉。写完这封信后，林婉感到彻底的释然，她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也不是一个贪婪的掠夺者，她是一个在权力游戏中走了一圈，最终选择退出游戏，保护自己灵魂的人。她最终理解了自由的真正定义，自由不是拥有多少钱，而是拥有选择的权利。她放弃了最高权力，但她赢得了对自己余生选择的绝对权利。她不再需要被别人的期待或社会的价值观所定义。她将这封信烧毁，看住烟雾消散在海风中，他的过去随着这份烟雾彻底与他告别。在林婉来到小镇1年半后，在一个充满海盐气息的午后，发生了一场意外的相逢。林婉正在他常去的那间咖啡店里，与老板娘讨论当地的艺术展。当他转过身时，看到了站在门口的顾言。他穿着一身休闲的服饰，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疲惫，但眼神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明亮。他没有靠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林婉的心脏猛地抽动了一下，但这次没有恐惧，没有算计，只有一种纯粹的喜悦。顾言，林婉轻声呼唤他的名字。顾言走过来，脸上带着一抹温暖的笑容。我刚好在这里有一个技术调研会，顾言解释道，但他的眼神却说着，我是为你而来，我看到你在这里，你看起来很好。林婉的头发剪短了，脸上带着健康的红润，她的笑容是放松的，没有防备的。我很好。顾言，我找到了我。林婉轻轻地说，我现在是林婉，一个不需要算计的林婉。他们没有谈论陆氏集团，也没有谈论万年控股，他们只是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旧友，分享着彼此在过去1年中的成长和感悟。顾言告诉他，他的公司已经步入正轨，他不再需要为资金而发愁，可以专注于技术的突破。林婉则告诉他，他学会了陶艺，学会了种植，学会了与自己独处。在谈话的最后，顾言伸出手，轻轻地握住了林婉的手。你当初的决定是对的，林婉。顾言说，如果你带着那份权利来找我，我们的爱会充满裂痕。现在，你用你的自由证明了我们的爱是经得起考验的。他们的爱情已经从一场充满戏剧性的地下情，升华为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和相互的尊重。林婉知道，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他不需要依赖顾言，但他可以选择爱他。在与顾言重逢的第2天早晨，林婉和顾言一起在海边看日出，太阳从海平面缓缓升起，将金色的光芒洒在海面上，温暖而充满希望。林婉靠在顾言的肩膀上，感受着这份久违的安宁。你会跟我回去吗，林婉？顾言轻声问。回到那个充满挑战，但也有我们共同理想的世界。林婉抬起头，看住顾言。不，顾言。林婉摇了摇头。我不会回到那个世界，我已经不再需要被那个世界的价值体系所定义，但我愿意跟你一起走。林婉的救赎不是回到大都会，也不是永远留在小镇，而是创造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新的世界。他决定利用他的信托资产，在小镇上开设一家结合陶艺工作室和科技创新孵化空间的复合店。他将运用他的商业头脑和金融专业知识，以一种道德且充满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扶持年轻的艺术家和科技创业者。她不再是金融女皇，她是理想的赞助者。我要用我的财富来保护那些像你一样拥有纯粹理想的人。林婉的眼中充满了热情。我要将我的心机转化为善意的防御。顾言笑了，他知道林婉已经彻底蜕变了，他没有放弃他的智慧和能力，而是选择将他们用于更高尚的目的。我会成为你的第1个客户，顾言温柔地说。我会在这里设立一个研究分部，我们将一起用爱和理想
来证明资本也可以是温暖的。林婉看住眼前的日出，感受着海风拂过她的脸颊。她曾经为了权力不惜牺牲一切，她曾经为了安全感将自己锁在契约里，但最终她选择了抛弃一切的自由，才换来了这份真实且完整的幸福。她是一个曾经的心机女，但她最终完成了对自己的救赎。她的余生将会是一场充满爱与创造的重生。她紧紧握住了顾言的手，面对着金色的日出，充满了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期待。林婉的回顾，海风的味道真好，带着盐分和泥土的气息，这是权力世界里永远闻不到的。我花了几年的时间，才真正学会了如何不被我的心机控制。当我决定从那数千亿的权力中抽身时，所有人都以为我疯了，但我知道，我是在拯救我的灵魂。我曾经是一个极度害怕贫穷和无助的心机女，用尽一切手段往上爬。但在小镇上，我学会了用双手去创造，用善意去连结。我的价值不再由我的资产决定，而是由我给予世界的温暖决定。我对顾言的爱经历了分离的进化，变得更加真实。我没有依赖他，我选择了他。看着我们共同打造的孵化空间，我的商业头脑终于用在了保护和扶持理想上。这份由爱和创造构成的人生，比陆氏集团的任何权利都更让我感到安全。我的救赎不是逃离，而是蜕变。我最终赢得了最重要的东西，对自己人生的绝对选择权。我不再是任何人契约里的工具，我只是林婉。这份自由才是真正的胜利。故事完。